5公斤50次。这个世界上出货量最大的灵巧手抓5公斤的东西50次就坏了，不是段子。第一财经7月底一篇报道，标题叫人形机器人的寿命短板。你去翻原文，一家机器人企业的负责人对记者说的原话，他们家用的是殷实机器人的灵巧手。殷实是国内头部供应商，5公斤50次，你品一下这两个数。一个工厂工人一天的搬运次数按500算，机器人的手，他身上唯一真正干活的东西，连人家一个班次的1/10都撑不过。但我们先别急着下结论，我把今年发生的事摆出来。特斯拉 Optimus 跟马斯克高管会上批了量产，弗里蒙特原来造 Model S 和 X 的那条老产线拆了，改成了机器人产线。供应商拿到的通知是9月拉到周产1000台，年底2500，照着这个速度，年产10万台的供应链已经在备料了。飞格03在宝马美国工厂连跑了200个小时，分了快25万个包裹，零故障。宇树 IPO 过会科创板，募了42亿，全年出货顶2万。优必选 Work S2，第1000台去年底就下线了，现在在比亚迪和富士康的工厂里使用，年产10万台，零故障跑200小时，25万个包裹。然后你再看那个数50次，一边在画年产10万台的大饼，一边连50次都过不去。这就是2026年人形机器人赛道最本质的张力，不是资金不够，不是政策不够，是叙事已经跑出了好几个身位，物理世界还在后面传。中间那道缝到底有多宽，这是我这期想搞清楚的东西。你再想一下，一个工厂工人一个班次搬运多少次，少说几百次搬运分拣上下料，做了又做，机器人那个真正干活的东西，手连人家一个班次的零头都撑不到。行业在讲的是年产10万台，1000亿市场，1000亿 ChatGPT 时刻，手连一个班次都跑不完。我又去挖了另一家，英国有家叫 Shadow Robot 的公司，做灵巧手做了20多年了，公认全球起点最早，积累最深的。它的 Dexterous Hand 的20个自由度，一台卖几十万美元，卖给谁？全球最顶级的大学和研究所，科研用的。你想想它为什么20多年还困在科研市场？因为它也没搞定耐久，它的手是科研工具，不是生产工具。20多年全球最强团队还是没搞定。所以我研究完一圈，觉得2026年这个赛道最有意思的东西不是什么时候爆发，是叙事讲了这么多，物理世界跟没跟上，中间那道缝到底有多宽？为什么是现在人形机器人不是什么新东西？本田 ACMO 2000年就能走了，波士顿动力 Alice 能后空翻，但你发现没，他俩都停在演示阶段，没进工厂。为什么最近2-3年突然就冲进去了？3件事撞在一起， AI 能看懂物理世界了。以前的机器人 cos 程序动，换个场景就完蛋，现在不一样，大模型加上视觉加上动作，这仨合在一起，机器人能听懂一句话，看见面前是什么，然后自己决定怎么做。Fig 的 Helix 02在厨房里站了4分多钟，从洗碗机取碗放进柜子，再启动机器，全程没人碰。供应链成本塌了。麦肯锡4月的报告，一台机器人的 BOM 就是把所有零件加一块，在3万到15万美元。最贵的那个东西是执行器，占4到6成，你听着还是贵对吧？但你往回看，几年前一颗高精度减速器就要几万块，现在国产斜波减速器几千，关节电机以前5-6万，现在500-600。宇树的记忆整机卖9万9，造一台机器人这件事儿本身正在变得不那么吓人了。然后钱进来了，飞格估值390亿美元，宇树募了42亿，去年全球出货不到2万台，今年有人猜9万，有人猜20万。供应链、资本、政策3股力一起踩油门，这3件事以前从没同时出现过。AI 有了一个能用的脑子，供应链把身体做便宜了，资本终于愿意赌了。但是3件事同时到位，不代表他们配得起来。我越看越觉得，这个行业现在最根本的东西就一个，你能把机器人造出来，不等于他能在工厂里把活干好。最窄的那道缝，就是手到底出了什么问题。一只手看着不大，里面要塞的东西多到离谱，微电机、绳索、齿轮、传感器，全挤在一个巴掌大的空间里。现在行业里有3条路在走，电机搁前臂，用绳索拉手指，
好处是手指轻、灵巧。特斯拉 Optimus 内置22个自由度的灵巧手，走的就是这条路。坏处也直接神会磨，你让它反复动，间隙越拉越大，误差越攒越多。你看他演示，接住了网球，那个视频是人在后面摇操作的，换成连续扳几百次呢，精度还在不在？没数据，连杆结构硬，耐造，同一个动作能做很多遍，但手指又大又笨，能弯的角度很有限，让他拧一颗螺丝，把插头对准插座，对不起，手根本转不过去，直驱。电机直接塞手指关节里，控制最直接，但一直通电就发热，抓久了烫，还有独转，手指卡住了，电机还在死命转。轻则停机，重则烧电机，3条路各有各的死法，没有一条能把灵活、耐久、不发热同时搞定。现在再回头看那个50次，是不是就没那么意外了？但换个角度，手的问题必须解决，而只要你承认这个方向，就意味着一条完整的供应链得跑起来。我们看看这条链上到底有什么，从里到外4层。最里面电机，目前主流是空心杯电机，体积小，响应快，功率密度高。A 股这边，拓邦股份已经在给10几家机器人企业供货了，他还不想只卖电机，再往灵巧手执行器模组走，就是把电机、减速器、编码器打包成一个组件卖给你。更狠的是，他还自己在研发整手，兆维机电直接发布了 R7、B06、B23 个系列的灵巧手，低端到高端全铺，最近砸了8个亿建产业园，港股还在回购，他自己都觉得股价便宜了。第2层减速器，这个东西叫谐波减速器，电机转速高但力气小，你得有个东西把速度压下来，把力气放大。一台人形机器人身上可能要10几个滤的谐波，688017国产龙头。Q2 净利润涨了 61%， 靠的就是人形机器人放量，它的出厂价只有日本哈姆纳科的60%。斯凯福全球最大的轴承公司，100年老店，刚跟他成立了合资公司，专门做机器人关节高精密传动，斯凯福持股 60%， 人家不是来玩的。第3层传感器，手要知道自己在抓什么，用了多大力，东西滑没滑。10月科技刚拿了数千万天使轮，做的东西叫视触觉传感器，用微型摄像头拍指尖接触面的微小形面，颗粒传感。A 鼓励传感器龙头投了一堆这个赛道里的公司。第4层整手，因时机器人是国内出货量最大的灵巧手公司，深圳瑞研智控也在追，但说真的，没有一家敢公布公开的有第三方验证的耐久数据。回到了视频开头的那句话，50次不是某一家公司的失败，整个行业都困在这里。全球搞了20多年，3条技术路线并行，无数创业者砸钱砸人，最顶级的实验室，最激进的商业公司，到现在连一个公开的耐久数据都拿不出来，50次什么概念？一个工人一个班次搬多少次，按500算，5000一个班次就碾压了。而且最麻烦的不是手会坏，是手坏了整台机器就得停。产线要的是连续转，没人会为了一台每小时得修手的机器人改排产，这就是那道缝。还有电池也是物理层面的东西，不讲道理。现在主流人形机器人的续航是多少？1到3小时，一堆数据看下来很残酷。不是厂商不想做长，是物理定律不让你做长。一个1.7米60公斤的机器人，全身几十个电机同时在动，峰值功率一上来就是1到1.5千瓦。现在电池包里能塞的大概2到3度电，你按1000瓦持续输出，2小时就干了。锂电池的能量密度是有天花板的，目前量产电芯系统级250瓦时每公斤左右。固态电池喊了10年，丰田说2027，宝马说2028，宁德时代说2030，但就算谁先量产了，初期成本一定是天价。机器人要的不是实验室里的硅电池，是能塞进量产机，成本控制在几千块以内的电池。所以现在机器人什么状态？干1小时充2小时，一个班次8小时，它有效干活的只有1/3，而且这不只是续航问题，是一个死循环。2到3度电的电池包多重？8到12公斤，一个机器人总共才60公斤，电池就占了1/5。电池越重，你就要配更大的电机，电机功率越大，电池就要更重，往下就出不来了。优必选是唯一正面干这个事儿的。
Walker S2 搞了个热插拔换电池，3分钟换完，接着干，说的是7×24小时不停，听着很厉害对吧？但你自己想一想，换电要换电站吧？换电站多少钱？放哪儿？一个工厂放了10台 Walker S2，你配10个换电站，还是一台管10个？走到换电站的路上来回要多久？这段时间算不算工作？我找不到公开数据，没人回答。手加上电池，一台机器人的有效工作时间有多少？可能只有人工的1/4到一半，而它的价格呢，几万美元起。然后有一个关键的东西，很多人搞反了，人形机器人替代人工，哪个市场先成立？不是中国。中国一个制造业工人一年综合成本，工资、社保、住宿、食堂全包，大概5到8万人民币，按一年250天，一般8小时算，每小时成本大概3到5美元。美国呢，同样算法，25到35美元一小时，差了一个数量级，德国还要高，40到50美元。所以这个账在中国目前算不过来，一台15万的机器，就算它能跟人一样干满8小时，注意是就算回本也要2-3年。实际呢，有效工时只有人工1/3，回本可能拖到5-6年，机器自己都在老化了，账还没回来。但在美国或者欧洲，就算现在这个水平的机器人，只要能在固定工位上连续干4小时不坏，经济上已经追平。一个美国制造业工人一年6到8万美元，一台3万美元的机器人，如果顶2/3个人的活，2年回本。这就是为什么菲格尔去了宝马的斯巴达堡工厂，为什么沃克尔塞尔除了富士康还能聊德州仪器和空客。不是中国的工厂不需要自动化，是欧美的高人力成本市场，机器人算账先算得过来。但这里还有一个坎儿，如果机器人只能做夹爪能做的事儿，它顶替的就不是美国25美元一小时的工人，是已经在那里的，成本只有3美元一小时的机械臂，手不行，人形就是2条腿的机械臂，而且腿比传送带贵，走得更慢。把现在公开的那些部署案例拉出来看一圈，你会发现一个规律，干的都是同一类活，搬运分拣上下料。菲格尔在宝马，物料搬运零部件运输，优必选在比亚迪搬运分拣质量检查，特斯拉 Optimus 在自家工厂也是搬运也是分拣。这些活有2个共同点，第一，不需要精细的手腕，搬箱子把零件从 A 送到 B， 从传送带上拿下来放好，2指夹爪就够了。夹爪不是手指，就是一个机械爪子夹住，搬走松开，便宜耐造，坏了直接换。第二，环境是帮你布置好的，零件摆哪儿，箱子在哪儿，传送带多快，全是固定的，不是机器人去适应环境，是环境在为机器人做让步，这本身没问题，工业自动化就是这么起步的。但这里面有一个没法绕过去的问题，如果人形机器人干的都是夹爪就能干的事儿，它跟传统机械臂区别在哪儿？一台工业机械臂几万到10几万，干了多少年了，供应链烂熟，故障率极低，你花几万美元买台人形机器人，它干的活跟机械臂一模一样，那你多花这个钱图什么？再算细一点，机械臂每小时成本3到5美元，人形机器人目前折旧、电池老化、维修工程师到现场，每小时估计15到25美元，是机械臂的3到5倍，而它比机械臂多的那个东西，柔性还停留在演示里。这个问题的答案最后还是要回到手，人形机器人跟传统机械臂比，它真正不能被替代的东西，不是2条腿，是手一双好手，能直接用你现在的工具，在你现在的空间里随便换任务。这是做成人形4个字在经济上唯一说得通的地方。手不行，人形这2个字就是多余的成本。聊聊英伟达，老黄在今年 GTC 台北上发了个东西， ICC GR00T 参考人形机器人，底子是宇树的 H2 Plus 硬件，装上英伟达自己的 Jetson Source 芯片，跑 GR00T 软件站，翻译一下，英伟达帮你打好了大脑，给了你训练平台，还给了你一套完整的图纸，你拿着就能去找代工厂吃。这套逻辑跟当年的安卓一模一样，安卓没做过一台手机，但所有手机跑的都是安卓，英伟达没造过一台人形机器人，但他想定义所有机器人的数字大脑。
然后最关键的问题来了，这个大脑怎么练？英伟达弄了个 Isaac T6 平台，让人戴一只 Manus 手套，带触觉反馈的数据手套，远程操作机器手。操作的时候，所有数据被实时采下来，手指弯了多少度，用了多大力，不同材质上的摩擦是什么样的，哪些抓成功了，哪些掉了，这些数据送进英伟达的 DGX 超算，练出一个模型。这个模型自己能判断一个东西该怎么抓，这就是数据闭环。特斯拉有自家的工厂，就是训练场。Optimus 在里面搬东西失败了，马上被记录，回去练 Figure 有。宝马让他进去跑了200个小时，25万个包裹，每一次抓取都是数据。优必选有比亚迪和富士康，别的创业公司呢，没有工厂愿意让你练几百个小时，你就没有数据，没有数据，模型就泛化不了，换个场景就傻。这就是英伟达平台对腰部玩家最大的意义，它给你一个可能性，理论上你或许能用别人训练出来的模型，但问题是别人干嘛给你？所以这个赛道真正的壁垒不是融资额，不是 PPT 上的参数，是谁手里有愿意让你天天在里面折腾的真实工厂场景。没有场景就没有数据，没有数据就没有脑子，没有脑子你造出来的东西就是一堆电机加骨骼。哪怕你的手能做到5000次不坏，那这几家谁更接近手能用？特斯拉全包，整机自己造，模型自己搞，核心零部件能自己弄的绝不外包。它从自动驾驶攒出来的东西，在真实世界里抓出最容易出错的场景，送回去训练，再通过软件更新退回去，挪到机器人身上，就是数据闭环。别人没有这个，但特斯拉有一个问题，他跟你说的都是计划目标。即将马斯克6月底批了跟量产版，真的。供应商拿到了指引，真的。弗里蒙特的产线改了，真的。但到底造了多少台？机器人在工厂里自己干了几小时？有外部客户掏钱了吗？这串数字一个都没有。特斯拉 Q2 财报自由现金流转负了，2年来头一次，资本开支58亿美元。他同时在烧 Cybercab， 烧 Semi， 烧储能。Optimus 只是5-6个火堆里的一个 Ross Jabber。长期看多特斯拉的投资人上个月公开说 Optimus 短期内不太可能带来收入，而且很难造。一个没有数字的故事，你没法估值。更烦的是，特斯拉股价很可能已经提前把 Optimus 的预期吃进去了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现在买的是 Optimus 的故事，你可能已经付了全价，产品还没交。Figure 速度最快，200小时连跑，25万件零故障，宝马正式部署。这不是计划，是干出来的。Helix 02让手指的感觉也在进步，指尖传感器能感知3克压力变化，东西刚滑就能调。Figure 自己建了个 BOTIO 工厂，年产规划12000台，4年10万台。但 Figure 最大的问题是390亿，还没上市，一级市场就给了这个数。你自己按一下，就算他一年出12000台，一台卖5万美元，也就6亿美元收入。估值是收入的，你自己除。而且他在宝马干的还是夹爪的活，精细活的手。没看到规模化测试，语数出货量中国第一。去年4族加人形6500多台，今年定1到2万。G1卖9万9一台，大部分去了高校和开发者手里。日本技术人员上个月拆了一台 G1，结论是超出只会展示的阶段了，这是好话，但语数也有坎儿，翻跟头行，上台阶行，但能翻跟头不等于能在工厂干一个完整班次。从教育市场的酷产品到工厂愿意复购的生产设备，中间的路还很长。语数还没上市，但 IPO 已经过了，等真上市了，压力会直接顶上来。股价不看你会不会翻跟头，看你赚不赚钱。优必选最务实的一家，全球唯一热插拔换电，3分钟换完，接着干7×24小时。客户名单上有德州仪器、空客、本田贸易、富士康，港股上市，4家里唯一可以直接买的。但 Figure 的创始人公开说过 Walker 2的演示可能是假的，不管真假，他在海外没什么技术信用是真的。还有一个事儿，他最近花了 16.65 亿拿了浙江丰隆 43% 的股份，这笔钱跟机器人主业有多大关系，你自己品。说到这儿我得停一下，如果你看完4家觉得谁都有问题，没法投，
你没看错，因为全行业本来就没跑到能投资的阶段。2025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13318台，85%来自中国，但这个行业真正盈利的只有语数一家。优比选的机器人业务还在烧钱，飞格1毛钱收入都没有，390亿全靠故事撑着。特斯拉 Optimus 的收入藏在母公司财报里，你根本拆不出来。这个阶段一家公司能不能活下来的关键是什么？不是订单量，是复购率。第一笔单子可能是客户想尝个鲜，也可能是政府推了一把，也可能是拿了补贴，但第二笔才是真投票。我一家都没看到公开披露工业客户复购率的，连一个数字都没有。说回最开始那个数字50，现在如果你问我判断这个赛道到底行不行，最简单看什么？我不看出货量，我不看融资额，我不看演示视频做了什么动作，我就看一个数字，灵巧手的公开测试寿命。什么时候因时特斯拉、Figure 或者随便哪家能站出来说我们的手5公斤负载，连续抓5000次，精度跑偏不超过1%，配上测试方法测试环境，谁验证的？到那天我才会认真想人形机器人能干活了。5000次什么概念？一个工人一天搬500次，5000次就是10天，2个工作周，2周不坏，手才算过了初级阶段。再往后5万次、50万次，那是一条很长的台阶。在那之前，出货量再多，吃的还是实验室和演示的需求。真正的工厂需求是什么？老板算完账，觉得用机器比用人便宜，于是下了第2张单子。而比人便宜除了手不坏，还有一长串条件：电池跑满1个班次，换线不用等好几周，出了小问题自己恢复，不用等着工程师飞过来。所以我对拐点有一个自己的判断。工业场景我觉得 ChatGPT 时刻在2030年前后，不是拍脑袋，几个条件得同时到位，手至少扛住1个班次不坏，同一款机器能干3-5件客户，愿意持续付钱的活，出小问题自己搞，别事事叫工程师，换一家工厂不用重新训几个月，第一次买的好用，回来买第2批，这几个条件里手是第一道。家用更远，可能要2035年以后，不是因为更难，虽然确实更难，是因为家庭能接受的价格跟企业完全不是一个量级。企业能拍10万买一台1天用8小时的机器，家庭不会，家庭能接受的是几千到1-2万，这个价差意味着家用机器人得在供应链上再走一轮大压缩。长期方向我不怀疑，劳动力在老化，成本在往上走，制造业需要更灵活的自动化，这些趋势都是真的。但长期对不代表现在就该冲。未来几年最可能的局面是什么样的？情绪热得发烫，估值跑得飞快，但技术的进展和公司的利润都追不上，手还撑不过1个班次，产线已经在为年产10万台备料，这个矛盾就刻在2026年，你呢看到就行。然后我得老实说一句，上面这些分析如果被一件事打脸一个具体的数字，整条逻辑可能就要重新想了。哪家灵巧手公司，不管是因时、特斯拉、Shadow Robot 还是瑞研智控，哪天它的官网上挂出一个第三方验证过的耐久数据，5公斤负载，连续1万次抓取，精度漂移低于1%，附带测试方法、测试环境，别人能重复验证。到那天，我上面说的大部分看空的东西就站不住了，因为它意味着手真的开始往能用的方向跑了，不是 PPT 上的字，是实验室里跑出来的。第2个信号，第2张订单，任何一家人形机器人公司有工厂客户签了第1批5台试用之后，过2个月主动回来签第2批50台，而且没有补贴，纯商业行为，这就是产品找到了需求。第3个信号，合同里出现可用性保证4个字，你看到优必选或者 Figure 跟客户签的合同里，白纸黑字写着每月可用性不低于 99%， 而且写了达不到的法则，那说明硬件的可靠性和软件的稳定性真的跨过了那道门槛。这个信号比任何出货量的数字都狠。我说这些不是给自己留后路，是因为你不能只说我感觉不行，你得说清楚什么东西变了我就觉得行。上面这3个信号就是我跟自己说好的验证条件，在那之前我的判断不变，方向对，路还远。如果你真想在这个赛道里找东西，别盯着整机，往手后面看，拓邦股份、空心微电机和灵巧手模组，
十几家人形机器人客户，他还不满足只做电机，再往模组走，还自己研发正手，同时卖铲子和挖金子，照微机电。灵巧手从A7干到 B28一线产业园，港股还在回购，管理层自己觉得被低估了。绿的谐波，国产谐波检测器龙头 Q2 净利涨了 61%，CAKF 用持股 60% 跟你合资。他们的共同点是，他们不赌谁赢，他们赌的是不管谁赢，一台人形机器人身上要用10几个减速器，几十个电机，几十个传感器，这个方向只要没错，营收曲线就会一直往上。还有一层，很多人没注意，英伟达的 Jetson Soul Gear 00T 平台发布时，老黄把语数的 H2 Plus 做成了参考硬件，一台开放设计的人形机器人，谁都能拿方案找代工厂。你想一下，如果人形机器人的硬件层被卷成白牌，跟当年安卓手机一样，那芯片和训练平台就成了最稀缺的东西。英伟达的逻辑跟谁都不一样，不管谁在用机器人，训练要跑 GPU， 要用 DGX 部署推理，要用 Jetson Soul， 他要赚的是这场仗里所有参与者的钱。这个环节不需要赌技术路线，他们赌的是手一定会变好。这件事本身，我的做法也简单，继续研究，继续盯信号，不急着往里冲，等第一批能证明手不坏的测试数据出来的那天，等工厂的第2张订单开始出来，到那时候再重新下判断。如果你也在看这个赛道，或者你就在行业供应链里，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，你看到的灵巧手测试数据到底是多少次？觉得这期硬核分析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点赞订阅，我们下期见。